多小了，还能成？我才是这汗牛专业，我觉得我说错话了。哎呀，小林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喝。我在转移我的注意力，不然我会一直想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我还挺诚实的哈。说明小林真的真心了，在意了，上心了。所以我理解汤汤为什么那么直接的去问图图了，因为汤汤是知道他姐姐是 Plan B 的。对对。我想起来了，其实之前有一次跟图图玩游戏，好像我们一桌子人在钢琴那块儿，当天好像是那个运动会结束，然后就开始问图图关于你的印象，但是你好像不在场，我应该不在。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不是图图会一见钟情类型，然后图图想了一会儿说是。我不知道。然后又问那个当天运动会说图图有没有哪一瞬间对你心动了，图图说有。什么时候啊？说是你们玩那个像轮胎的那个东西滑下来，他说你回头看他笑，对你回头看他笑那一下，我怎么样转线？可以，有机会。他说那一瞬间他心动，然后我就说我表面上OK， 然后内心里天哪！没有想到这个场是我会控的，他一来就给我真诚发问，灵魂发问，来。一来眨着大眼睛就问，哎呀，就怕这种互相信息太通了。其实还是知道比较好啦。对于真正的要交往的话，你看小林从来没有想过图图把他当第二选择，所以他知道这个结果之后，他就开始串联之前的时间线，他想佐证出图图跟他的相处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啊。你们之前在感情中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曾经不知道的秘密？我是结婚之后才发现我老公有阅读障碍，他当然也是结婚之后才知道我有 ADHD， 所以扯平了。我也有。我也有。ADHD 又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注意力缺陷。你？那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很难特别专注，是很久很久。那我刚知道我也有这个呀，我会经常在看电视都看着，虽然眼睛在这，但是脑袋里在想别的事情。所以你们一定不能什么大乐高之类的呀。那这样看我也有，我也大不了。就是可能1个小时要去走个10秒啊，走一圈。其实我也有，所以我你就是坐不住了，哥。大家都会有点注意力分散的倾向，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是 ADHD 哈。OK 了。但我是纯没耐心。其实他是右脑比较活跃一些，因为左脑是有序的逻辑因果，右脑就是比较跳脱、灵感、画面、审美、视觉等等这些东西。我一直不觉得是病哎，都有好有坏啊。但是就看你怎么利用它。对于创作来说的话，它反而可能会好一些，因为我们创作更多来自于灵感嘛。其实我觉得我选对了路，所以它对我有帮助。因为我做喜剧嘛，它就需要你的思维非常发散，跳跃。你不能是顺着这个想，因为你顺着这个想，观众不会笑。但你如果拐到这儿，他们就会笑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烧烤吧，饿了啊。这个一下就烧起来了，很快。哦。现在怎么那么搞笑？打招呼吧，第一次烧烤，嗨5个男生的活动，什么也不会的人。我是，你进去。我喜欢烧烤，让我这里烤。你俩先在这待会儿，然后我等会儿来陪伴。哇，看挺好。怎么样？看着好好吃啊。可以的。昔日对手如今居然同台在烤串，哈哈，哈哈，非常温馨的画面啊！我怎么表白？我还在想，说是。我别想了，反正就明后天的事儿了。是啊，但是那首曲子弹不下来，太难了。我本来以为还有1周，然后我以为这两天不会那么忙，结果这2天一直在外边。那么好吗？对，然后也没时间练。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克服这个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被恋爱的感觉。你这是地狱开局。你不是要去日本吗？你不去？前2个半来，来不及。
但其实我是不支持你为了一个未知的结果去做特别大的牺牲。就你肯定是要把课好好上，你千万不能耽误你毕业的进度。是，汤汤挺好，现在已经有姐夫的这个风范了，给 Harry 点建议。对，很中肯的建议。你在聊啥呀？在聊后续。哦，知道了，快好了，没事，他们待会儿弄拿东西去。你们拿几个碗，然后可以。对，你们把碗弄一下。不过你把那个胡椒面拿进来，你们到时候不够辣自己加。好。先吃一点吧。再吃一点吧。先都拿过来吧，看几个再说。80。咱们吃点，然后开始开盲盒，犀利的问题留给犀利的人回答。哇，好吃！辣牛肉就是。哇，爽。再烤一波吧。再烤，我们俩吃这种嘛，对吧？我觉得他们女孩子那个浪漫晚餐，他们聊可以比咱们还。他们俩会像我这么问吗？要不会像我那么正式的。那他们不会那么直白。就是图图给我的感觉他太不正式了，所以我必须用这种语气来问。我觉得合理。他要是一直这么开玩笑一样，但是今天我觉得他的回答给了一个你很明确的答案。确实，就他还是继续保持这种状态。这明确答案是好是坏呢？我觉得就很是他吧，就是他。就是我觉得图图今天这个回答让我听来，我觉得是真诚。他完全说出了他自己的想法，因为你没法要求一个小朋友回答那么小朋友。所以我也说，我不支持我的手足，但还要看小林自己吧。你手足会有自己的判断。是啊。还是先进来吧。先吃吧，先吃。我们其实可以开一个问题，我觉得。我开了。你是否接受手足正在接触的异性？为什么？这个冷笑。我不接受。哇，只给可以。因为我觉得男生是需要主动的，可能他在没有确定自己的心意之前，我不想让我的手足是成为主动的那个人。一开始是图图主动找小林，但是每当涉及到更进一步的时候，图图会转移注意力，或者说退缩。那他很困惑，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对图图没有很大的恶意，只是说，小林感到难受，况且也不是小林的问题。护姐狂魔上线了，他很斩钉截铁地说了一个不字。当时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和小林去面对面沟通的，就是我需要去沟通了之后，我才能完全的跟他们说有一个包票的答案。那你呢？之前可能会觉得不太合适吧，但其实在这么多天相处下来，我觉得还可以吧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我很尊重我姐，我姐喜欢，那她就去追求，我就接受。所以我姐现在想，那就大胆去追求，大胆去爱。下一个问题，你正在接触的异性是否打破了你曾经的理想型？哪方面？不算打破，因为其实我在第一天选自己第一眼比较感兴趣的女生，当时我手足和我的心仪答案是一样的，选择了小玲。我拿花花举例子吧，是我的正常的作品，所以说刚开始第一天，星星帮我投理想型的时候，他投给了花花，这是很符合理想型。我算是吧，因为我其实还比较看感觉。你说理不理想，就是感觉到了，就是理想型。就是你之前没有谈过这种类似这种类型的吗？我其实之前谈的类型差别还蛮大的。明白。我觉得我是打破了，我之前可能偏向于酷酷帅帅的女孩子，
但可能其实我跟酷酷帅帅女孩子相处就更别扭，两个根本就不说话，然后也都不主动，一有问题就闷着，最后到一个阈值就完全感觉相处不下去吧。然后感觉遇到一个挺可爱的，然后特别动心。那我回答一下吧，其实我前面跟欣欣也接触过，当时我就觉得欣欣能跟我聊得来，能比较懂我。当时我就觉得你可能比我大，然后我想是接触一下。然后后面发现呢，其实，在冰雪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坐了一个车，当时我们聊天，其实很多话题聊不到一块儿去。然后后面约会呢，接触了塔塔，塔塔就是突破了我曾经的理想型。我确实不太喜欢短头发的女生，不是说她们不好看，只是不太符合我的审美点。然后后面就越来越接触，就越来越好，她好看，包括性格方面也特别合得来，然后三观也合得来。确实的，我觉得一开始接触女生，应该都在接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。这件事情我对你从一开始有一点觉得你做事的风格不行，到后面我对你的做事风格是有时候有点认同，我觉得这样还是好。我觉得一个男人这种事情果断一点少，这件事的做法我是认同的。胖胖来了。问点轻松一点的问题，小屋里谁曾是你的竞争对手？请说，请说。我就跟 Terry 啊，看他们啊，我就一开始和 Terry 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。我们俩在餐厅我都说了，不管最后选择不太会影响我们友情的关系吧。你知道胖胖一开始对小林有意思吗？啊。我觉得他那种意思，因为他之前和花花接触过，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花花。然后后面呢，他就可能说多去接触一下，然后他才和小林有一些那个。他没有给我答案，所以其实很多事情被他圆滑的带过了。这个就是哪一天的心意短信最让你犹豫？我最犹豫的就是当时冰雪那天，发给谁？发给欣欣还是发给塔塔？发给塔塔了，因为后面跟他丘比特约会嘛，觉得聊特别来，然后就当时我就约完会我游戏我就说，OK，那就是他了。那天我特别犹豫，对，我没有犹豫过，我也差不多没有犹豫，没有人好，我有犹豫。其实我第3天是比较犹豫，就是冰雪过后的第3天，我是在犹豫发给就花花小林，反正就他们2个我有犹豫过。我觉得每天的信息短信都是表达我们当下的相处的感受，也不是说都是向好的一个，就是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最真实的想法，没有说犹不犹豫吧。官方答案来了。对，又开始了。他一直在给那种模棱两可的答案啊，我听了我挺生气的。我感到他的怒气值，哇，窒息了，我感觉。说要不要看你的青椒皮儿？我去看一眼吧。哦，青椒。不是胖胖表现挺明显啊，一开始对小林有意思。哦，后面中期的时候就滑雪那会儿是有的。但图图居然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我感觉他有可能知道。那他刚才说他没感受到，但是有可能不好意思吧。主要是每个人的行为，大家都能自己说清楚是什么意思的。你又说你很坚定，你又说你很真诚，那你什么行为也没有。那我得对我姐负责吧？吃饱了吗？有点饱了。我也吃饱了。图图想吃青椒，吃辣的。哇天哪！特地给他烤的。你吃这2个焦一点的吧，会好一点。你看啊，这场男生走心局其实核心的焦点聚焦在汤汤帮姐姐一直在问图图。我现在觉得不止汤汤了，大家都在帮问这个事情啊，大家受不了了。所以在恋爱兄妹中，手足的守护的能量就出现了。啊，对，这个时候觉得手足真好。你们之前有帮着手足助攻过感情经历吗？或者被手足助攻过吗？就我小的时候，我姐如果跟一个男生约会，可能她不敢跟我爸妈直接说，她会拿我当幌子。说你约会。我那会儿很小，我那会儿还没有办法约会。她会说带我妹妹出去玩。工具人。对，然后她就一直认为我是
他的站在他这一边，一直为他遮风挡雨。但其实我会暗中观察这个男生的举动，我那个时候没有完整的判断力，但是我可以把他们俩发生的所有行为原封不动的告诉我爸妈。啊，你是两面间谍。对，然后我爸妈呢，根据他那个男生的行为，觉得这个男生到底适不适合我姐，然后发现那个男生真的不合适，然后就及时的止损。是哦。对，所以我姐的一直也夸我。好想要个手足啊！我有守护过我妹妹吧，因为我妹妹有曾经谈过一次恋爱，而且挺认真的。但是很奇怪，就是两个人一直到了一个阶段之后，再也没有下一个阶段。比如说肢体接触啊什么的，我妹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男生很矜持，很有分寸，很有礼貌。但后来很长时间之后，我觉得，哎，这是不是个问题？对。然后我就动用我的朋友，就帮我去单位里面，就是悄悄的去打听了一下，然后得到了一些信息。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，我说你去带话给他，你就说我知道了。我说让你有礼貌的、有分寸的，你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，但是前提不能伤害我妹妹。后来就没过多久，我妹就告诉我他们俩分手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挺好，我们也一个人生活得很开心，至少守护了当时最需要守护时候的因为那个事情很不正常。对。我姐姐她之前也是在出国读书嘛，然后我跟她的男朋友很好，但是我会常常就是去把关她有没有什么做对不起我姐的事。我也希望说以后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他们谈恋爱可以一起出去。是的，是的。哇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因为我跟我太太也是一样，跟她的姐姐也是我们常常一起出去的，我觉得很有帮助。哎，我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手足，我老是去外面接单。接单？就帮别人。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，我就给我一个朋友当过一个邮递员，就他递情书，他又不敢，然后我就去帮他干这个事。你好勇啊！我本来是有个事情想说，但是确实 ADHD， 现在不知道自己刚才要说什么，就真的1秒钟，然后我刚刚还，我真的完全忘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。盲盒。谢谢。交易。哇，出汗了。谁先？都可以。那小林你先问吧，那就这么顺过来了。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的最终选择发生变化？好尖锐啊！我天哪！我们能坐近一点吗？紧张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他做什么？你会考虑年龄或者距离问题吗？我觉得这个年龄觉得还好，距离的话确实是有在考虑。你们俩有距离？他比较忙吧，他总会出去。就是他可能从热情的100分到了99分，我就会发生变化。你1分都不让掉，1分都不让掉，好恐怖啊！陈文仙，我理解的贺文新是能这样，但是不能这样。是不是啊？确实，我也不可以，我是只能这么走，你不能。对，他可以从0走到90，他不能一开始就在100，然后到90，不能让人有落差感。那这个很难，太难了。那我的就是，那可能什么呢？就可能他再去了解第3个人吧。你呢？很感动，有一个人突然在某个点特别打动你，然后你就会对坚定自己。对。我觉得，其实我在今天吃饭之前，我就是有很多都可能不敢听。你听了，就是在今天吃饭之前，其实我是有疑惑，然后我也向你问了。那你满意吗？我觉得还行，但是我会更好奇他本人自己怎么说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所以我觉得让我最终选择发生变化，可能就是他的答案。要么是他的答案，要么是我的一些感受，因为我会考虑年龄，我会考虑距离，然后再加上我跟图图，我是现在是研1，图图是我猜他是大1或者大2。我现在读的书很难说坚持一个很长时间的异地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会想的事情。说实话。哦吗？天哪，年龄最小想最多。我是年龄最小的吗？是的。哦，还真是啊。因为我如果谈恋爱的话，我是有想那种奔着。我会虽然这么说有点可怕，但是我会想奔着结婚，但是是好的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考虑可能会有点多。
小林在做的准备都是跟他正式谈恋爱的准备，对图图往前倒3番他都没考虑过呢。他都没确定是友情还是爱情。他们的能量等级、情感等级就完全不在一个 level 上，差太多了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小屋里谁曾经是你的竞争对手？竞争对手？你好像没有，你没有，你过。啊，对不起，要哇啊，是吗？不是很清楚。来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吧？啊，曾经塔塔吧？没有啊。好，那就有点尴尬啊。我这边了解到的可能是星星，对，因为星星一开始和哈瑞接触过嘛，对，包括他拒绝我的邀请函，和星星一同走出去。我那天还说了一句，我说星星和哈瑞穿的好配呀。你记得吗？我没听到，我听到了。我在他俩背后说一身黑，我知道，然后他在你跟他走掉之后，在后面他们俩好配啊。你呀，我啊，你说你的竞争对手是他？对呀，你和谁啊？胖胖吗？对啊，当时胖胖在跟我接触，然后第2天、第3天就找了他。对 ，OK， 谁曾经是我的竞争对手？我不知道，吃完饭我觉得可能是他的。这真惨！哎呀，吃完饭我觉得是他的。是他。我要逃离。好想喝水，天哪！该我了。我先问，那我就从你开始吧，米子。可以啊。现阶段手足和好感对象在你心中的占比？问号。哇。我觉得我的手足一定在我这儿是占至少，不太好听，但是至少80%以上。哇！然后会把我的心仪对象，我也会想，但是他是说难听点，就是超不过我的手足了。这很正常吧？我感觉。很正常嘛，那我就不敢讲了。对，因为我确实就是小林刚问我的话，我确实有点噎到了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没有很关注图图的感情状况，就包括一开始可能我自己没有什么感情的选项的话，注意力可能大部分在他身上。但是你要问我最近的占比，我觉得图图可能只占30%，我自己可能占了70%，因为我的手足日记也有讲，也有点对不起他，但是好像我确实在小屋里面的后面一个阶段。都是我会自己更注重自己的感受，或者是我自己还没有理清楚的事情要解决。花花需要先把自己理清楚。是，我觉得我就算给图图给他1，我觉得我都不会害怕他去生气，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走。但是如果我的心仪对象可以看到会走，对，他会觉得啊，你只给我1%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会，但我觉得图图不会。就像你跟朋友吵架和跟亲人吵架完全不一样。朋友之前也问我，就是你进来之后没有人喜欢你怎么办？我说没关系啊，我弟弟喜欢我啊。就算可能我在这里没有找到心仪对象，我弟弟都会在任何一个角落在看着我。好难回答，我手足都不在这儿，我这几天完全把他忘记了。那你就零100。自从那个兄妹小屋关闭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想起过我哥。很真实。手足还是可以占到60%吧，我觉得。哦，你跟我一样。好吧，就我最没良心了。不能这么说，毕竟接触的时间还是没有这么久嘛。我也是，就是我现在没有心仪对象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就是胖胖应该也是占60%。我也是60-40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就手足40吧。手足6啊，那还得手足4啊。100%。没有，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在意汤姆，因为说实话，我那天哭就是因为他哭没，也是我印象里第一次因为他而哭，所以我会意识到哦，原来他在我这儿可以。真的，其实在来这里之前没有觉得手足对自己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你正在接触的对象是因为真心喜欢，还是想找个搭子？我觉得现在我对图图说不上有，还是听说不上很就喜欢呀，或者说就是天天要挂在他身上那种感觉，但是确实是对他很感兴趣。
真心喜欢，是真心感兴趣，我说不到喜欢这个份儿上，但是好感，对好感，因为喜欢这个词太重了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也是，我跟小林一样，真心有好感，不是长单子。那你呢？那我肯定是真心。真心有好感还是真心喜欢？好烦，好烦，我不回答。你说嘛，好感还是喜欢啊？可能两者中间吧。其实我觉得是。星不用说，星搭子都不着。真心独美。可以，我跳过。我也不用回答了吧？你回答。回答。我还要回答。我不找个，我没有想，不是想找个搭子。那你是真心喜欢还是？我问回去，我要问回去。就是跟他一样吧，我不想回答。那你刚刚猛问我？哎呀，我是帮别人问的。我问，最后2天你还会为你的手足助攻吗？你看我，吓死我了。我觉得好像不需要我的助攻了吧？我会觉得好像他们挺好的，是吧？我更不需要了，这还问我这个问题，有任何必要问我吗？我觉得他俩自己生活的很好呀，他们都活得很好，太好了，有点。他其实一直谈恋爱不需要我助攻或者是了解女生，我一直都处在一个很八卦的角色上，并没有在助攻。包的，一定。我来吧，你是否接受手足正在接触的异性？为什么？我非常接受，我觉得很不错，继续。谢谢。你猜我接不接受呢？我猜你接受。紧张了。你小心点。很接受啊，每天助攻累死了，每天2遍叨。非常接受，我也挺接受的吧。他接触谁我都挺接受。你呢？你嘞？你怎么把自己跳过？我手足接触的异性 where 在哪里？你假装是 Terry 啊？假装是 Terry。Terry 的接触花吗？是吗？那接受，非常接受。谢谢你。你接受吗？接受。你的手足接触的。我说了，我包接受的，我甚至觉得还有点配不上。哇，他说出了我的心声，我憋了好久了。我这个怒！正在接触的异性是否打破了你曾经的理想型？哪方面？我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理想型。如果你问我理想型是什么，我会说我想要身高可能1.8米以上，然后我会图多高？我1.77米。我记一下。其实如果搁之前，我可能会说我希望对方比我高，我希望怎么样，但是现在我就会说就是看感觉。我的完全不一样，长相就是不一样。我喜欢那种少年感十足、白白净净、奶奶可爱。图图，我有新的竞争对手了。刚刚那个问题应该后面回答。对，这个顺序好重要。不是，就是但是图图有点太过于可爱了。我喜欢那种少年感的爹。少年感的爹？我觉得是墩墩。找到人设了，好了。宣传老师记一下，回去努力一下，往这个方向。就是他是年纪比我大，就很会照顾人，但是长相是那种很难大。对，但是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上都是比我大的，然后会照顾我的，然后是会带动我的，而不是可能是我去带动他这样。现在就是反过来。现在就是完全相反，而且我最搞笑的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英国，别人都有问我说能够去说接触一下外国人或者怎么样的，我说不可能。结果天哪，这完全没有预想过，完全不一样。姐姐听我好开心啊。对，就是完全就是看感觉。我正在接触的异性也是和我的理想型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也是喜欢那种就是比我高，然后年龄要比我大。我是一开始非常抵触谈弟弟的。同意，我们从来没有谈过。我也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同龄人来说，男生肯定都比较幼稚。但是就一开始不知道年龄嘛，就和 Harry 确实是接触下来之后，感觉他其实他心理年龄
还挺成熟的。嗯，哈瑞的性格是我很喜欢的，就是我非常喜欢那种心思很细腻的人。我其实还是喜欢年纪比我大一点的，就可能昨天了解年龄，发现大家好像都没有比我大很多，因为我Terry 和他同岁，对，就没有大很多，但身高我觉得就是不管前期接触还后期，我觉得都还行，都是有1.8米以上，我就觉得。一句话让2个女人沉默。对，就很优秀啊，就我觉得挺好的。进入小屋，你和你的手足在感情和生活哪方面变化最大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感情和生活方面的改变可能是一半一半。因为在感情方面，确实我以前没有想到过我会有理想型的这种定义，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对图图现在比较感兴趣，因为他不是我的理想型的样子。然后在生活方面的话，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，我可能跟我弟之前接触就会路人甲路人乙，但现在就会真正意识到不一样。然后我觉得我弟的话也是，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站上舞台去讲一段话，然后去传达心意，这是他从来没干过的事情。而且就不说他上台干什么，他连上台都不怎么上。然后我们俩各为对方哭了一次吧，我觉得这个说实话之前从来没有过。我感觉他在生活上变化比较大吧，因为他是一个很畏惧镜头的一个人。对，他在来之前可能就是也非常非常的焦虑，以及就是抗拒吧，就感觉就不是很想来，就感觉会想很多。哎呀，我的论文写不完怎么办呀？哎，没有人喜欢我怎么办呀？乱七八糟的，就这那的。然后后面来了之后，发现过得比我好多了。对，然后他的感情，问他感情，他就是一直都是真诚热烈吧，然后对女孩很好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不会有那种会让女孩觉得有落差感。我生活上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改变，然后感情上的话，我感觉我变化好大呀。我之前是超级闷的人，我巨憋，就是我这辈子都可能没有主动过一次，从未。更别说让我去主动跟别人解开误会，或者是主动找别人说话。对，就本来我是个特别被动的人。对，到我，我觉得我可能是在生活方面变化比较大吧，因为我长期是一个人住的，然后呢，在小屋里面很多人，我就开始会可能问一下你要什么呀，我要什么，就可能关心别人、照顾别人情绪比较多吧。然后胖胖的话，他也是就我们俩其实生活上都很独立，所以生活上的改变也是规律了一点。但在感情上，我觉得他是有变化的。他平时是一个比较果断的人，就是很直接，然后处理感情可能就是不拖泥带水的。然后来这边，他可能就是会也不想就是错过，然后会想很多吧，然后自己每天在思想斗争，想很多事情。看到他犹豫不决的一面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就是他可以不用说我，因为他每天就是觉得他做得很好，然后呢就会念我，觉得我哪做得不够好，然后我现在说你做得很好吗？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他说我再也不说你了，你以后就是自由去飞翔。我就说下我自己吧，手足不在。然后我的话，生活其实变化不是太大，就差不多嘛。然后感情方面的话，确实还是有很多变化。像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的这种局，我是那种我不会主动和大家融入，我会一个人待在旁边，这种不说话。但是来到这里，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各方面都有变得更主动一些，也会主动和大家一起玩，一起说话。在感情方面，就是和苏苏差不多，就是我也是一个就是很被动的人，其实，但是我觉得我来到这里，我对自己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认知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某些方面还蛮主动的，对，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，其实。加以同意。这样。我觉得他可能感情上变化会大一点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我手足从认识到追求再到一起相处的过程，所以其实我有看到他一直在黏在你身边，围着他新的女生在转，因为以前我感觉都是别人围着他在转，所以现在这样已经算主动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一次我有看到他在稍微主动，你可能你感觉不到，其实
对于我来说，我也并没有觉得他很主动，这是我自己的心里话。然后在生活上面还是一样，就没烦恼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对，唯一不同的就是看我情绪不好的时候，给我煮了4个汤圆，不掉的汤圆。然后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我其实感情和生活都蛮大的，都有很大的成长，每个人。其实我来这个小屋，我觉得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是星星，但是就是我会有点尴尬，我不太敢去靠近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胖胖的这层关系是吗？我不知道是敏感怎么，我也有感觉到，其实我们两个没有像刚开始，就是可以无话不谈，就是没有那么好了。所以我感觉我这几天我也有刻意的去回避你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也不敢跟你说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好像说不好，说多了也不好，我也有你这样的对，其实我有点害怕你给我太多的信息，然后因为我自己会想很多，然后我翻译到胖胖那里又是另外一个版本。对，因为我情绪也是那种比较有起伏的，花花给我传达的，我会添油加醋的再给他，然后他那一把火又燃了，他就觉得我又可以了，我又冲了，他说我要去告白，我很怕他这样，我就很平。他这2天问我，我就会说我在思考我自己的事情。也不容易，在我这里觉得，就是选了小吴的任何一个男生，我都是会很祝福，然后我觉得是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的，就因为他可能我们的联系会更紧密，但是也不会说影响我喜欢你的程度啊，或者是我们2个好的程度，就是你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，我都是会很开心，会替你很开心。你俩干一个吧。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好坦诚哦，有啥说啥。昨天在你们外人看来，其实我们很抓马，对不对？我跟 Terry 还有胖胖一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胖胖昨天真的巨好。怎么说？他并没有让我很难堪，我感觉他有怕我可能会被推到风口浪尖，他会主动去帮我避免掉一些麻烦。不要再发好人卡了，我没有发好人卡，真的很好。不要再夸他了，我们这是女生俩嘛，就是你也不用夸我说我夸他，但又是信息差。对，因为我又传达了，我现在耳朵变得非常大。他说我要告白，又燃了，开始又燃起来了。他在2楼的发言，就是他说他生气的点可能是在于我跟 Terry 同时接触，也没有告诉他，也没有跟他讲明白。但是他跟我讲，他说你可以去跟 Terry 接触，我没关系，他说我是成年人了，但你跟他接触，你可不可以在我这边停一停？你不要同时接触 Terry， 再同时接触我，就会变成我在追着 Terry 跑，他在追着我跑，就显得他很尴尬的位置。就是他那一段发言很美，真的很有担当。我当时听完，我当时就想哭，我就会想，那我到底是因为感动还是心动？感情的话，只有感动是没有用的，就是感情还是要心动大于感动的。那其实如果我没有进来，按照这个走向，其实你和 Harry 还是会继续了解。假设他还没有进来的话，我跟 Harry 的了解也我觉得也会做朋友。而且 Harry 他其实挺直白的，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那个丘比特约会，他当年给我发了个短信，内容是酸 Q 了，让我感觉到不尴尬的朋友。然后我说这哥们儿真直。天哪！就包括我后面跟他相处，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怎么老在我雷区蹦迪。对，就是他也是一直在我的雷区蹦迪，然后一开始胖胖就一直说你为什么给他发，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们聊的比较多，其他人都有就别人在就是相处嘛。我当时是知道他那天跟你约完会之后，他就发给了你之后，然后我就也没有再。但那天我没发给他，因为我发给图图了。但是其实有一个乌龙，就是那天我是收到了一条信息短信，但是不是他发的，是 Terry 发的，是 Terry 发的。你以为是 Harry？ 我以为是 Harry 发的。胖胖是有一点生气的当天，因为他觉得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嘛。后来我跟他说，其实那并不是人家发给我，他说那就很合理，就是人家是很合理。如果他跟你出去约完会之后再发给我，我会觉得有点奇怪，就会觉得挺奇怪。但他跟你约完会之后，他确实就是很明确，然后我们2个也没有多余的接触。他是很能明确自己喜欢什么类型，然后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女生的。如果我们是同期一起进来的话，他应该是首先第1秒钟就会给你。星星是很体面的放下了这段感情，而且完全没有影响塔塔和 Harry。对，他喜欢你这种类型吗？我对他了解，之前喜欢英气
的女生。那就是你对啊！呀，你硬不气呀但是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Thank you。有信息了。有短信。告白将至，你是否需要一个约会弥补遗憾？投票决出无憾约会的拥有者。需要吗？大家应该都希望小林跟图图吧。哦，不管有没有这个约会机会，我都会去找他聊。还想跟 Terry 再多接触嘛？其实我觉得我挺需要这次机会的。我其实跟塔塔能近距离的相处，其实就这2天了。兄弟，投你了，给你。每期节目呢，我们会根据当期内容决定推理内容。那本期的推理内容就是究竟哪2位会获得无憾约会的机会？本次为个人战，请各位将答案写在题板上。答对的人呢，会获得1枚果粒坊野生徽章。最后一期节目中，获得果粒坊野生徽章数量最多的嘉宾，将会获得由果粒坊为你提供的神秘大奖。好的，下面让我们进入恋爱兄妹的果粒坊带感时刻。那我们都写完了，公布答案。图图小林，图图小林，图图小林，图图小，只有木春老师写了花花 Harry 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分开的嘛，所以他们未必是会投中要约会的那一对。有道理。所以我就想说 ，Harry 他不是有分离焦虑嘛？现阶段马上要跟哦，给他们机会。那到底答案是什么样的呢？下面我们要进入聚会小野酒，感觉立刻有的果粒坊带感揭秘时刻。有信息了。我在收到那个短信说有一个弥补遗憾的约会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说我真的得到了这个机会，那我跟图图在约会的时候要说什么呀？然后我就很纠结，很纠结，不会到时候闹得很难看吧？不会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吧？我不想要这样的结果。还想跟 Terry 再多接触嘛？我们接触的还不够多啊，所以想再了解一下。能认识大家已经很无憾了，我觉得这次约会可以给更需要的人。我觉得给别人更多的机会吧，让他们脱离接触。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，我只是觉得可以约会那就约吧。需要吗？你们有谁想去吗？比起我俩，感觉他俩会更需要一点。你想不想去小林？就说实话，我想就算没有这个约会机会，我一样就是会聊开。我本来今天吃饭的时候说我没有那个勇气，但我现在觉得我不管有没有这个约会机会，我都会去找他聊。给你，给你。其实我已经编辑好了。我也选好了。我也是早已编辑好。对，我也是小林。那我发了，加油！加油，小林啊！无憾约会，觉得小林和图图更需要。我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一次的约会就是跟 Terry 再很进一步关系，但是我觉得小林和图图需要有误会解释清楚。我是想把话和图图说开的，不然的话我会很难受。女生都很懂哈。好，小林有短信。不，小屋男生，你们当中将有一位成员获得一次无憾约会的机会，请在哈利、汤汤、Terry、图图中投票决出无憾约会的拥有者，不可以投给自己哟。波浪，为自己拉票吗？那我的理由就非常的明确，就是因为我其实跟塔塔能近距离的相处，其实就这2天了。因为我们之后他去日本忙他的工作，我去英国忙我的学习，就实在很难见面。就是这个问题就烦得我1周多了，每天晚上我都必须要出去穿个短袖，穿个比较薄的衣服，我出去冷静冷静。每天都烦，你看每天挂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挂脸，不是因为别的事挂脸。对，兄弟，投你了，我赢了，去吧。你这个理由真的，我只是想去这一趟约会，但我不觉得我是我们当中最需要这次约会的，所以帮忙请投给最需要的人吧。拉票，帮姐姐拉票。那我其实想的跟汤汤差不多，因为我反正我不像你，就是说学业也好，那个他工作也好，可能双方都不太那个。我觉得我后续有很多的机会，我可以去接触花花。其实我觉得我挺需要这次机会的。通过刚刚汤汤包跟我说的一些东西，就是有一些细节，比如说他说小林在跟我聊关于情感的问题的时候，我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我其实在我印象中是没有的，就我可能没有跟他正式的去聊过这么一次天，不管是最后结果会如何，我觉得需要去聊开，去聊通。这就对了。汤汤的眼神柔和一些了。好，那各自投吧。各自投吧。好，我们也别讨论，各自投吧。我是想去这个约会的，再和苏苏一起出去玩一下，多相处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图图更需要这个约会，就算你明天还是不给答案，起码你们俩是相处一天，小林不会去纠结这个事情，那他就可以少内耗一整天。哪怕明天没有成功的约会，今天晚上我也会去开心一只屋，去和他真正的就是坐下来聊这件事情，跟小林好好的谈一谈。要不然我觉得不说开的话，会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。走吧，我们启程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小屋了。好，掌声送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正确答案的送上果粒方野生徽章啦！看看我这个配色，对我胸口的也是。和同频的人一起撒野。耶！哇哦，回家喽！哦，好冷。你说他们回来了吗？他们应该没回。他们还没回。这个泡澡泡的啊，上高度啊！你们这一个平时不说话，全憋着呢。审问局。我在走进去之后，很走心，就是走的让我就是深入自己的内心去思考，甚至都有一些自我怀疑，难道我真的有那么差劲吗？怀疑的不应该是这个，这不是差劲的问题啊！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我的内心的感受了。他的意思是他已经主动了，但为什么你们都没感觉到？他把这个视为大家对他的否定。我觉得吓人吗？其实也不是吓人吧，可能你比较在乎小林，你跟平时不一样。对，是不太一样。所以小林跟你聊的是他还蛮喜欢图图的，是吧？他说图图可能一开始主动，然后他很开心，然后他就开始主动，然后发现图图又往回退，就是也不给回应。懂。我觉得就作为手足的话，还是得说这个。跟图图还是得说，我觉得你做的没问题。回来了没？回来了没？好像没有。有人吗？没人。无人。女生回来了。我好想去迎接他们，但是我需要休息一下。没电了。不是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找你们5分钟。汤姆，咋了？我想跟你聊天。去啊！你出来。野生巴尔，好想听啊！我也想听。你那儿聊咋样？挺好的。说点我想知道的吧。他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心意。这是你们公开聊的，还是你自己问他？全是公开的，我追问他挺多的，其实，就你很多疑惑的点嘛。然后，就虽然我不太喜欢这种行为，但是他也说了真话吧。他也说了，就是他并没有确定自己最终的心意，是不是会表白啊？我今天知道了一个事情，好像是他不经意间说出来的。然后他说他当时当面试官的时候，他觉得 Harry 会更想跟他约会，他觉得图图就没有那么想跟他约会。然后我当时听了我说什么意思？你图图去找你面试了是吗？所以我现在猜是不是他是不是第一次应该去找了塔塔，但是被拒绝了，然后来找了我。其实你是他的第2选择。我今天听咪咪说你的喜欢类型是那种很英挺酷的。我其实挺2个极端的，要么就是特别帅，要么就特别可爱。就像说我不喜欢浓颜一样。看来告白要失败。昨天泡汤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说，现在对我是往友情发展是往爱情发展，你说你也不知道。我自己心中是已经有了答案，我觉得那应该就是喜欢。
起长大。更多小屋及观察室精彩内容，尽在兄妹护航日记。每周4、18点，会员尊享；周五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恋爱兄妹纯享版，解锁100种追踪方式，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。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， 畅享高品质视听。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，多语言字幕，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。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恋爱兄妹2创视频，赢现金奖励。来爱奇艺发弹幕，在双情感赛道里留下你的坐标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恋爱兄妹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是你永远的依靠，你的心跳声我比他先知道，陪你闯过祸，整天打打闹闹，都像是伪装，只希望你过得比我好。我们是兄妹，我指引你骄傲，你的心跳声我比他先明了，帮你提醒数摸头发是暗号，为彼此打付出，把牵挂放在心上。我们是兄妹，是你永远的依靠。你的心跳声我比他先知道，陪你闯过祸，整天打打闹闹，都像是伪装，只希望你过得比我好。我们是兄妹，我指引你骄傲。